两封有信却无边，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呀！今天的我你爱答不理，明天的我还来找你，没错，就是我。想你想到睡不着觉的前女友，今天给宝贝们换换口味，一起来看看这部炫酷的赛博朋克风的动画《宫壳机动队》。正所谓墨镜一戴谁都不爱，眼前这位小姐姐就是我们今天的女一号草字树子啊！等一下，反正怎么就开始又脱衣服了呀？树子就这样赤裸裸的跳了下去，屋里的大佬们正在进行双方会谈，还没有谈妥呢，就遭遇了袭击。就在大家发现杀手是素子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素子利用热光学迷彩隐身，消失在了高楼大厦之中，这让我想起了前两天追杀我的兰陵王呀。这是一个信息网络连为一体的时代，人类的各个组织器官均可被人改造，所以你看到的人他未必是人。素子就是除了脑和脊髓，全身都被一体化的人类，他极其擅长电子战。素子执行完暗杀任务，回到了九克。某日，外务大臣的翻译大脑受到了入侵，九克科长推测是傀儡师干的，他想控制翻译，暗杀与会者，目的就是为了破坏与贝尔共和国的密谈。科长已经安排好了计划，让素子和其他的队员会合。傀儡师擅长通过入侵 Ghost 控制他人实施犯罪。新港街头的两个垃圾清理的小哥开始探讨人生。小哥 A 的老婆怀疑他在外面有人，要和他离婚，女儿也不搭理他。在好心人的帮助下，他入侵了老婆的 Ghost。此时总部分析得出，傀儡师在一辆垃圾车上。素子根据地图开始追踪，没错，就是那两个人。憨憨小哥的垃圾车在得知警察的追踪之后，小哥 A 以为是入侵老婆的 Ghost 暴露了，开始逃亡。素子在追捕的行动中遭到了袭击，眼镜大叔掏出枪一顿突，车都打炸了。这防弹车真是防了个寂寞。等素子的搭档巴特赶来的时候，大叔已经利用隐身逃走了。嘈杂的市场，熙熙攘攘的人流，巴特利用一眼锁定了大叔，他在后面追，素子在前面埋伏。大叔脱掉了隐身衣，素子进入了隐身状态，大叔就开启了被虐专场。原来大叔只是傀儡，他不记得自己的名字，也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垃圾车小哥同样也是傀儡，他记忆中的妻子和女儿都是傀儡师编排的记忆，这段记忆无法抹去，他要带着虚无的记忆面对一无所有的生活。素子面对眼前的一切陷入了迷茫，他开始潜水，潜到深海，再保持静止，浮出水面，这样一次一次接近恐惧和黑暗，才能在浮出水面的那一刻感受到希望。在这个科技时代，什么东西才是真实的？素子陷入了自我怀疑。他和巴特在船上待命，耳朵里同时响起了一个声音：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。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新港那家模板公司私自制造了一具异体，异体在逃离公司的途中被卡车司机撞倒了，卡车司机把他送到了九克。这具异体没有大脑，却存在 Ghost。九克准备对异体进行研究，六克科长得知的消息也赶了过来。素子看着异体，再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，他觉得自己和那具异体很像，或许他早就死了，现在的不过是电子脑和虚拟人格，本身就不存在。六克科长提出要回收异体，并免除九克的职责，还带来了外务大臣的签字，这是有备而来呀。新来的同事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，发现六克身上带着热光学迷彩，政府规定热光学迷彩是不能私自携带的。他通知素子，素子推测六克此次来必有阴谋。六克这边和九克解释道，异体中的 Ghost 是傀儡王。此时傀儡王开始说话了，他说他是自愿跑来九克的，并说了一个奇怪的代号2501计划。六克担心他继续说下去就制造了爆炸。六克趁着实验室混乱，利用隐身衣偷走了异体。新人同事击中了六克的车牌，为巴特提供了六克的逃跑路线。素子全身武装，准备行动。九克科长开始调查2501计划。六克在逃亡途中换了辆车子，巴特追上先前的车子，逮捕了车里的替身，并要去和素子会合。新人同事调侃道：我们的野蛮公主什么时候也需要护卫了？别问，问就是爱情。素子这边已经跟踪六克来到了旧城区的废弃教堂，他独自行动，从屋里潜入教堂内部，准备伺机而动，却发现了隐身的战车。战车威力巨大，素子让直升机驾驶员先行离开，自己单独面对战车。他用完了最后一发子弹，驾驶员才突然传来消息，他说：抱歉少佐，请听我说完，有3架无敌我识别器的直升机正在高速靠近中，我走了，完毕。素子沉默了，这里简直是赚足了我的眼泪。机械的身体虽然冰冷，但是人性始终温暖。战车的子弹终于消耗殆尽，素子隐身贴身战车，准备用手撕毁它，即使那看起来怎么样都难以成功，他也没有选择后退。用力过度使得素子的异体4分5裂，战车几下就把他甩了下去。战车的爪子抓着素子的头，企图捏碎他。好在巴特赶了过来，解决了战机，救下了素子。此时3架直升机也赶了过来，他们的目标是销毁傀儡师。素子准备潜入傀儡师的 Ghost， 巴特替他做了准备工作，把素子和傀儡师连接在了一起。傀儡师用素子的身体开口说话，他说自己是六克制造出来的 Ghost， 代号2501计划，用于操控商业和政治格局，为个人组织谋取利益。但是他在各种不同网络流窜的时候，渐渐拥有了自己的意识和思想。六克为了避免他脱离管制，强制他进入了一具异体，并与网络隔离。傀儡师早就注意到了素子的存在，因此他逃到九克寻求帮助。他觉得虽然自己是生命体，但也清楚自己没有繁育能力。他向素子提出融合，巴特听到这里坐不住了，他想拔掉装置，却遭到了傀儡师的控制。此时直升机也赶了过来，等待时机发起
起进攻。傀儡师说融合之后，素子将带着他的能力随意进入网络，就像遗传基因一样，而他会消失。他之所以选择素子，是觉得他和自己很像，就好比隔境相对的实境和虚体。直升机发起进攻，巴特试图用手臂帮素子挡下子弹，但还是无济于事。直升机检测到傀儡师的死亡，也就离开了。当素子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孩子，这是巴特为他找来的新议题。这件事后，6克级涉事人员都遭到了处罚。巴特想让素子同他一起生活，素子拒绝了。此时他只想像自己的身体一样做一个孩子。素子离开了巴特的家，他问：现在我该去哪里？网络无限宽广，是的，他已经完成了傀儡师的融合。影片到此结束了。宫壳机动队是1995年出品的剧场版动画，由押井守执导，改编自侍郎正宗的漫画，画面精美，让人很难相信这是1995年的作品。影片的设定里面，科技使得世界变成了信息的海洋，每个个体都是信息海洋中的一个节点，与世界相连通。信息以光速传递，虽然畅通无比，但显得冷漠孤寂。科技的进步可以使人全身一体化，也可以使脑组织电子化。谁又能笃定自己的记忆是真实的经历，还是代码编程的数据？素子被这个问题困扰，但这个看起来冰冷的世界还有温度可循。危难时刻保护素子的巴特，临死前为素子提供信息的飞行员，别让科技冰冷你的心。宫壳机动队被美国翻拍成了真人电影，女主角是寡姐哦，喜欢的宝贝们可以去看一下。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，喜欢前女友的别忘了那3点：点击右上角的关注订阅，点点小铃铛第一时间收看我，还有就是点赞投币给我一个支持哦。疫情期间大家注意身体健康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，老子爱你。